我从年轻时就做裁缝了。珊珊虽然在我身边从小看到大，可她对裁缝不感兴趣。这衣服好像也不太合身啊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伯父，这个泰山定制，我很喜欢。我好奇的是，薛珊珊不是名牌，你怎么就有兴趣？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跟我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。在我战战兢兢维持家业的过程当中，珊珊她让我觉得很轻松自在。你是个很有教养的人，你很清楚你的责任，你也很清楚你想要什么。但是，我也是个明白人，我也很清楚我们家有几斤几两的分量。娘家是孩子最有力的依靠。珊珊要是嫁给你，我恐怕她也只能靠她自己呀。珊珊有我，只要她愿意，她这一辈子都有我。我喜欢珊珊，是因为她活得很真实。伯父您请放心，我和珊珊会过最真切平实的生活。身为集团大老板，肯定是能言善道。可是我不听，我只是看，我就看你以后是怎么做。你们要结婚，我不反对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文腾，你还好吗？我怎么了？怕你爸爸盯在工作台上，刑讯逼供嘛。我是有想过这个画面。不过刚才见岳父大人确实有点紧张。但是薛珊珊，你是在质疑我的谈判能力吗？所以，我爸他答应了。珊珊，你有一个好爸爸。他没有为难你吗？有啊。啊？你爸他跟我聊了那么长时间，饿死我了。哎呀，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饭呀？你先跟我说说，我跟你讲爸，这是风腾他们自家农场种的蔬菜，是有机蔬菜，很营养的。吃肉吧，多吃点。啊，好。你看啊，我们珊珊啊，就是要快嫁做人妇了。你看厨艺很好了嘛，这个火锅你看，不错不错。那当然了，不过风家有自己的大厨哦，不用我下厨了。那你嫁的人也不做饭啊？哎呦，这有什么了？不是说了吗？家里有厨师的吗？珊珊嫁过去不用伺候公婆，不用做饭做家务，哎，这是享福哎，这样你还不满意啊？风腾说了，你们两个结婚是要做踏实生活的。什么叫生活啊？生活就是柴米油盐。你这些都不做，你要为老公做什么？爸，您放心吧，我会努力的，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媳妇儿的，相信我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说起女儿来，比我更婆婆妈妈的。这可是珊珊出嫁前最后一次在家过年了。妈，
妈，你别这么想，我每年过年都会回家的呀。啊，别瞎想啦。嗯。珊珊。嗯。结婚以后，你还去上班吗？当然要去了，而且风腾也觉得这样挺好的。我也觉得去上班好。你们3年不生孩子，有个工作，也不会太无聊，也算是有个寄托吧。哎，你可千万不学那些阔太太，整天就想着做美容。不是，爸，你刚才说什么？3年之内不能生孩子？是啊，我跟风腾说过了呀，这是我让你们结婚提出的条件。爸，你怎么会开这种条件呀？就是啊。爸是想你们暂时不要孩子，相处一段时间以后，万一觉得不合适的话，也不至于耽误你嘛。爸，您是怕我们结婚之后，如果1、2年之内不要孩子的话，就没有牵绊，就没必要牵扯不清，是吧？这老头子，女儿出嫁前想这些，也太触霉头了吧？我们2家家世背景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，生活观、价值观都有很大的差距。爸有这个担心，珊珊，你可一定要理解啊。那风腾呢？他答应了吗？他答应了。答应了。爸开出这条件，其实我不难理解，但是风腾答应了，为什么？之前风腾也一直跟我强调不急着生孩子，难道跟爸想的是一样的？怕我们其实相处不来，也许到最后会分开。刚结婚的2个人，本来就应该过一段2人世界，彼此的生活磨合一下。如果婚前有这种想法，那为什么还要结婚呢？这么晚过来，是不是不习惯一个人睡啊？你为什么答应我爸3年之内不生孩子？因为这是你爸答应结婚的唯一条件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那你知道我爸为什么开这个条件吗？怕我们的婚姻不和，要离婚。所以，你是认同我爸的观点，才答应的吗？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，2个人结婚了以后，要过一段2人的生活。更何况你还太小了。既然我和你爸的目标是一样的，那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过2人世界是什么意思呀？是说2人如果相处不来，就散吗？既然是这样，那你为什么不确定好再跟我结婚？薛珊珊，我风腾向来是要最好的。虽然我谈过几段感情，但是你是我要结婚的。一旦我要结婚，就会跟我的妻子白头偕老。但是你不一样，我是你的初恋。一旦你选择了我，将别无选择。
是啊，在感情的世界里，离不开的那个人就输了一大截。但是只要有着肩膀，有着胸怀可以依靠，从没赢过又何妨呢？哎呀，看来某些人是离不开我了。柳柳，哎，柳柳，新年快乐呀！新年快乐！昨天怎么没见着你啊？你没回家吃年夜饭呀？啊，我昨天工作没有安排好，所以给耽误了。哦，看你这么眉开眼笑的，是不是婚事定了？恭喜你啊！哦，你记得跟二叔说，我明天再给他拜年，我还要给我妈买些东西，我先走了啊。你明天记得来家里吃饭。好。怎么了？这么奇怪。我刚才看到柳柳，也不知道她怎么了。大过年的，不会又跟大伯母吵架了吧？放心吧，这样的状况马上就会改变。哎，风腾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你穿这件西装是你最帅的时候啊？是吗？当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就穿这个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还可以更帅的。这个就更帅是什么样子？就是特别帅。珊珊，你小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的？对呀，我小的时候经常在墙上刻字的。你看。说你小的时候就够坏的。我还挺乖的，其实。哎呀，妈曾经无数次的想象你出嫁的画面，可真没想到会是这般情景。我也没想到。其实昨天你和风腾一进门，我就觉得你们俩呀，特别般配。真的啊？我们家的女儿长大了，变漂亮了。珊珊啊，风腾说的对，以后呢，你们会过上踏实的日子。妈呢，也希望你能跟着他，能好好的、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。这样我和你爸爸呢才能放心啊。放心吧，妈。说话可要算话啊！说好每年回来看我们的。当然会了，我还会好好工作，然后赚钱养你们。哎呀，妈，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我可不做那泼出去的水，我还继续做您的小棉袄，然后再给您带回来一件大衣。好，照顾你们。好，您和爸爸也要保重身体。好，会的。提亲总算搞定了，亲家公亲家母还真是明理豁达，难怪珊珊那么单纯可爱。搞定就好。喂，哎，新年快乐！啊，现在啊？哦，好，你稍等一下啊，工作电话。哎，你说。大过年的还忙公事，也不让人休息一下。柳柳，怎么了？这么着急找我？严总，关于虚拟货币的那个企划案，尤承浩他卷款逃跑了。什么？跑了？风腾说的果然没错，这小子靠不住。他卷了多少？他把1000万全部都卷走了，现在连他爸妈都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。这眼看年就要过了，我是负责人，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能不说。严总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。
请您再给我几天的时间，我一定会把尤成浩给找出来的。就算找不着他，你们给我投资的这1000万，我也会一分不欠的还给你们的。刘乐，你先别着急，你的人品我们都知道，这件事你也很认真负责。这样吧，这大过年的，现在也别提钱的事儿，回来上海再说。还有，这个事儿一定会解决的，在这之前，不要告诉珊珊和凤腾。刘柳，你也来啦？刚好我中午带凤凤他们到处去逛逛，然后回家吃饭，你也一起来吧。哦，我来和严总拜个年，我家里还有事儿，我中午再过去吧。大家新年快乐啊！我先走了。哦，你们先聊，我去送送柳柳啊。嗯。他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柳柳，哎呀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？怎么会突然去找严总呢？没有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就是那个给严总拜个年。可是你的表现告诉我，你好像有心事，气色这么差。啊，我昨天晚上家里的邻居一直在对面打牌呢，吵了一晚上，我没睡好。我刚才没好意思说，其实我是想回去补一个觉的。你放心吧，珊珊，我没事儿，我中午就过去吃饭了啊。真的没事啊。但是你有什么事儿，你一定要跟我说啊，千万不要憋在心里面。知道啦。新的一年了，开心一点。行了，你快回去吧，我先走了啊。拜拜。尤成浩把封家的投资的那1000万全都给盗领走了，现在人也找不到了。珊珊，一定跟凤腾说说，封家那么有钱，可不可以等我们找到尤成浩再说？千万别让我们先背上这1000万啊！妈，我都说了，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儿，跟珊珊没有关系。怎么会没有关系呢？话不能这样说呀！你借的是封腾的钱，封腾都要娶珊珊了，那就是珊珊的钱，妈妈只有拜托他呀。妈，您别再说了，我本来就是这个事情的负责人，我就应该担当责任的。这个钱我自己会还清楚的。你怎么还啊？妈妈把你拉扯到这么大容易吗？你居然欠了那么多钱，我们就是8辈子不吃不喝也不一定还得清啊！珊珊，你知道从小大伯母最疼你，对不对？你帮帮我们啊！你要是不帮我，哎呀，我死了算了！大伯母，好。去。你在家陪他们吧。我们去找风腾，柳柳啊，路上把这事跟我说清楚。珊，快走！到底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我不能把珊珊嫁给你。什么？不嫁了？哎，大弟，不是讲这个的，我是让你来求情的。你闭嘴！既然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我就不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似的，还把珊珊嫁给你。现在，我以薛家家长的身份向你承诺，这1000万，我一定会还你。哎呀，伯父，1000万就当我们封家的投资，投资跟结婚不能混为一谈。我们不要珊珊还，我们也不会要薛家还的。不行，这钱必须得还，这婚礼也必须得取消。
我们珊珊不能在欠债的情况下嫁到你们封家。我薛某人这辈子也绝不占人便宜。哎呀，都要结婚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，没什么欠钱还钱的。凤小姐，请你明白，我们薛家是嫁女儿，不是卖女儿。这个婚礼，我绝不会同意的。爸，封腾，你别听我叔说的，这个案子的负责人是我没有管好尤承浩才把钱卷走的，而且我其实是薛家抱来的孩子，跟薛家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，所以这件事情跟珊珊没有关系，跟你们的婚礼也没有关系。哎呦，你说什么傻话呀？这1000万你拿什么还呀？哎呦，你这辈子都会毁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这是1000万，你少说几句可以吗你？哎，怎么还？怎么还？你别还了！怎么会？你呢？还想不想跟我结婚？不知道。薛珊珊，结婚的意义是什么？结婚的意义，这时候结婚的意义是2个相爱的人发誓这辈子不管健康残疾、贫穷富贵，都要不离不弃，相互扶持。你要为了这1000万不跟我结婚吗？可是这1000万，柳柳也是为了家人，你也是因为我才相信柳柳的，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。如果我们结婚了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你们家发生了任何问题，都是要我们共同面对的，而不是像你爸刚刚所说的，是你们家欠我们家的。薛珊珊，你现在因为这1000万就承受不住了，那我想问你，如果以后封腾欠了几百个亿，整个集团都倒闭了，到那个时候我承受不住了，你会离开我吗？不会。可是，一边是你，一边是我爸，我也得为我爸着想啊。封腾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。看着我，你现在又足够坚定。相信我，我们可以先不谈婚礼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结婚。这件事儿呢，之前其实我已经知道了，只不过不想影响2家人的婚事儿，就没说。那你怎么可以装得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？你们究竟把我们薛家看成是什么样的人了？哎，伯父，您别激动啊，这1000万呢是尤承浩拿的，那明天我们把他找回来，这1000万不就还了吗？您说您现在取消他们的婚礼，那明天人回来了，那他们怎么办啊？那要是找不到尤承浩这个人呢？人海茫茫，他要躲起来，你怎么可能找得到他？伯父，您别紧张，我们呢已经报了警，这不大过年的吗？我们想回到上海之后啊，马上处理这个事儿。总之，这个事交给我解决，好吗？不行，就是这一点不能妥协。如果真的找不到尤承浩的话，这1000万我们薛家会来承担的。说白了，
你们封家今天之所以会损失这笔钱，还不是因为封腾认识了珊珊？1000万啊，对你们来说是没什么，可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可是关系到我们薛家的尊严的问题。我们不能因为嫁珊珊而把这件事情一笔勾销。和钱比起来，我们薛家和珊珊的名誉更重要。其实事情真的没那么严重，我们封家每年投资几十个亿、上百个亿的，没有人会在乎这1000万。我怎么听起来觉得你是在拿钱压人啊？这婚礼难道就不能取消了吗？珊珊是我的女儿，我就做不了这个主。我真的没有拿钱压您的意思，一点儿都没有的，真的。好了，都冷静一下啊！伯父，就算是要还钱，你看现在天这么晚了，等到明天早上起来再说吧，好吗？我们已经知道你们家的意思了，我们再好好商量一下，好不好？二叔，对不起。回家。我说大姐，你大脑进水了，你这都不问我们这个，你干嘛还往自己身上揽啊？真气死我了！身为爸的女儿，我太了解她的个性了，连1毛钱都不肯欠别人，何况是1000万。就算让她做几辈子的西装来还债，她都会去做的。封腾虽然不会逼我们还钱，可是柳柳心里应该会有疙瘩吧？我更不能这样厚脸皮的去结婚。唉，封腾当时想给柳柳一个机会，大概也没想到连我们自己都深陷泥沼吧。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这些都是讨论怎么挑日子、婚礼细节的方案，我准备的好辛苦。王叔从上海特地拿过来的，就是准备这一次跟薛爸薛妈商量好。现在好啦，婚礼还不知道办不办呢。每一家都有规矩，我们的婚礼就等这个事情解决了以后再说吧。解决？哦，你真的等薛家筹齐1000万？还给我们才叫解决啊！如果他们认为是最好的办法，我当然想维护他们的尊严。好吧，我知道我哥一定有本事顺利的解决，不为难他们的。那我们呢？明天就回上海了，珊珊跟我们一起吗？先不用，我希望他留下来，多陪一些家人。你也辛苦了。我也累了，睡了。你早点休息啊。长，还真是淡定啊！皇帝不急急死太监。